1845年，英国在上海建立租界。1872年，第一批留美幼童渡过太平洋，在旧金山登陆，平均年龄12岁。1887年，留美幼童归国，开始制造现代化火器，修建铁路，开创民族工业基础。1931年，9·18事变，东三省文鱼为首。1937年，日本海军陈兵黄浦江，战事一触即发。探してたやつじゃないな。我々は切符を元に探しました。こいつはアメリカから借りてきた労働者だ。俺は甲州湾に電報を打つ。お前たちは後始末を頼む。はい。自从孟先生病倒，各租界的人几乎每天都去孟府探望。您呢，刚上任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去稍稍冷灶，把面子给足了，孟家自然会有报答，法租界会宁静很多，好管很多。马上就要死的人，还会有那么多人巴结吗？孟家那可是上海滩第一望族啊，老孟先生死了，自然还会有小孟先生。我听说啊，他在美国留学的唯一的一个儿子，现在也被招回来，准备接他的班。大家巴结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姓氏。又是中国人自己捧出来的事，皇帝。他是不是神我不知道，但他绝对是上海滩的皇帝。不过，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死的，因为他时日已经不多了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。孟家的仇人很多吗？哼，多到连他自己啊都想象不到。这次孟三公子要回来，我很怀疑他能否活着回来，因为太多人啊不想看着他活着。哪里？哎呀，老张，哎，老张，哎，你这个，好，肥一点，看清楚吧。哎，好，好嘞，来，来走啊。看着呢啊，来，别挂着走。哎呀，裸啊，他们是那个哦，削水果那位是李先生。英租界所有的大烟馆都是他开的。你看见那个胖胖的抽雪茄穿背带裤那是秦先生。红门的老头子，辈分很高。带领节的是日本公使清水先生，旁边坐着那位南京政府派来的上海的办事处的马主任。
反正今天晚上您算是来着了，能让上海滩翻个个的人物都到齐了。这家的主人很大牌的，让我们躲在这里吧。哎呦，能让您在这儿等啊，已经是给足面子了。您看着吧，一会儿孟先生不出来，九公就该出来。九公也是您的皇帝吗？那不能，有孟先生在，谁也当不了皇上。九公啊，就是他的刘伯温，刘伯温这个，跟你说你也不明白。帽子。哦，九公啊，别来无恙啊，别来无恙。多谢。孟先生的病好点了吗？啊，谢谢李先生来问。刚刚我出来的时候，孟先生跟我说呀，您有兴趣经营赌狗赌马的彩票，是吗？而且证书已经到手了哦，明天你就能取了。哎呀，恭喜啊！九公哦，秦先生，孟先生的外孙子先生说叫榔头，你的事不难办。我跟你说啊，烟土上海滩一半的冤鬼死了都得到他那儿报道去。我这批烟土不是政府没收的，我的兄弟们在码头上接货，被一帮小崽子拿枪逼着抢了个精光，可凭我的辈分，竟敢动我的手，这是要造反啊！孟先生病情烟土呢？明天原原本本的送到您那儿啊！孟先生闲话一句，只要太太平平，您老就在家里清闲着，这种小事情让小孩子去办吧。是，太太平平，太太平平。清水先生，孟先生的病情，我们一直很担心。日本帝国医院最好的医生，随时待命。清水先生，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我听说孟家在武汉和上海的工厂要仿造美国的卡宾枪，最大的买主就是国民政府。传说只是传说，请转告孟先生，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，去吴淞口看看。新来的2艘大日本帝国建造的航空母舰，孟家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仿造。吴淞口风太大，孟先生这样去不得呀。啊，你好。哎呀，尼克斯先生，那您久等了。您新官上任，我们没有亲自去道贺，我们的疏忽，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好，我听说法租界中国人听你的话，只听孟先生的话。我呀，是跑腿的，传话的。我们希望和孟先生有一个及时的沟通。当然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好，告辞。行。刘老虎，听说法租界有人骂孟家，哎，这点小事儿都不敢跟九公您讲，早查出来了，叫李慕华，是个宁波来的傻小子，读大学的。别说孟家了，天王老子他都给骂进去了。现在的大学生啊，说讲革命啊，搞个飞机党啊，很时髦。被人骂，总有他的道理。他能有什么道理啊？一个傻小子手无寸铁，我这就把他给轰走了。当年孟先生倾家荡产支持孙大总统闹革命，当时的孙大总统也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啊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，我去办。
抢秦上烟土的人，淮北来的灾民，菲尔吉斯路仓库。大家请过来，同胞们，同胞们，大家请过来，听我说，现在已经是民国26年了，走了一个元皇帝，之后来了一个孙大帅，走了一个孙大帅，现在又来了一个段督军，但是我们的租界还是租界，无权宪法在哪里？民主、自由、革命又在哪里？现在有好日子过的，除了外国人，就是那些和军阀、官员相互勾结的大家族们，孟家、杜家还有黄家，他们仗势欺人，在租界里卖大烟票、卖白鸽票，开大烟馆，逼良为娼，甘愿做帝国主义的走狗。这些人就是我们国家的蛀虫，我们要联合起来，将这些蛀虫还有这个腐朽的国家一同给它烧掉。我们现在的目标，以后的目标。凭什么杀我？凭什么杀我？凭什么杀我？干什么？我没犯错。你们快站！哎，你们是谁？你们谁？你们凭什么杀我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只有你懂吧？口才那么好，怎么不去当个演讲老生，演演文明戏啊？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。知不知道孟先生是什么人？那是上海滩的文人。你懂什么叫文人吗？啊，他就是帝国主义的买办跟走狗，他是社会的。再说我听不懂的话，我还揍你！哎，你们！我们是法租界巡捕房的，你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连秦先生的烟土也敢碰，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，跟我走一趟，我一人保你们一条性命。我们不相信你是巡捕房的人。快，说句鬼子话。江湖人士，义气为先。我有诚意啊，看到没有？我把枪先放下，咱们有话好说。上哪儿呢？生孩子！把枪扔了，别动，别动！这就叫烟土。怎么那么多人喜欢这玩意儿？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儿交给我，毕克斯那儿我去交代。收队。这些就是抢秦先生烟土的人，人赃俱获。谁是陈阿大？淮北遭了灾，
跑到上海来当贼。不知道在上海当贼也是要交税的。枪给我。嗯。尸体收拾一下，衣服扒光了，扔在黄浦江里边种荷花。跟秦先生说一声，烟土给他找回来了，给他送回去。去吧。是。老五，你看我这车怎么样？哟，好车。德国进口的，里外都是装甲。九公让你把车开走。我把车开走？给你们大鼻子上司送一份厚礼。李先生呢，想在跑马地旁边卖彩票，需要法租界的特许证明，让他下午给办好。李先生自己会去取。告诉他啊，李先生不会空着手去，他不是喜欢钱吗？那就给他呗。九公说了，这个世界上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少了。是，九公英明，榔头哥也英明。少在这给我装蛋啊！九公让你把你事儿办了吗？办了，抓了，10几天牢饭他就踏实了。是吗？再骂再抓，真会给孟家留面子。九公说的。走吧。哎，别，榔头哥，他对谁说的？知道你懂王法，不用你，我给工部局打个电话，你去帮忙收个尸吧。王国落花游寺。来，李家少爷在上海被抓了，快去把李家老太爷给我请过来。是。夫人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李家大少爷和小姐的婚期还有多久啊？还有半年。大丁、小丁都放掉了吗？放过去了，连彩礼都送过去了。李家大少爷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呀？听说是闹革命的。是。别把前面的花儿踢了啊！我这种搬上搬下的活，打枪的手哪能搬我的花儿啊？他们受不了。我来帮您浇水。千万别动！哎，你一浇，我的心血都没了。这花儿啊，都很娇贵，你碰都不要碰。种花啊，很多窍门，说都说不完，你也学不会。说说吧。抢秦先生烟土的6个人抓着了，烟土给秦先生送过去了。他说明天过来向您道谢。车，罗老虎开回去了。那个法国公使高高兴兴的给他办了卖彩票的特许证书，
2个人在绍兴居吃了饭，又去百乐门玩了几把。大鼻子狠赢了一点钱，李先生让我把龙华寺那一带的地契给拿过来，我放在桌上了。他说：“听您吩咐，看看怎么办合适，一切都听您的调度。”行。还有就是这2天我碰到的人，他们都问孟先生，我就只能跟他们打哈哈。你打个哈哈给我看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打哈哈，开开我眼界。和木华一块在上海念书的那个孙家2公子捎信回来，说木华让法租界给抓起来了，就被关在那个法租界巡捕房里。兄弟木，我就木华这一个儿子，你和亲家公这都是进过京城、见过世面的人。亲家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到现在没明白木华到底犯的什么罪。闹革命党的罪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去念书，还不如留在宁波跟我一块做生意了。这革命不是革过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革了？嗨，就这么一般喽。黑狗要抢，白狗也要抢，有抢到的肯定就有抢不到的，抢不到的人就要继续叫嚣什么护法革命、2次革命，打着这些旗号，拿年轻人当炮灰，替他们抢肉吃。人心大变，要不是老佛爷废了科举，哎呦，我说亲家公啊，咱们不说老佛爷行吗？现在这外国佬就是老佛爷。咱们还是商量商量，怎么让老佛爷早点把木华给放出来吧。你也想问孟先生现在的身体怎么样？不是，不是就最好。问就有危险。你是他的外孙，我是他的军师，算起来你是比较近一点。不过你不姓孟，我也不姓孟，记住了？我记住了。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想，孟先生走了，那他打下的江山会怎么样？他们都在琢磨你打哈哈的意思。你打哈哈就是表示孟先生现在很危险，他们有机会动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就好。你的名字榔头，看见有钉子的话，你就哐把它打下去。不管谁拿着这个榔头，他都不该长脑子。是。九公啊，还没睡呢。二姐，你来了。二姨妈。王涛，李平的医生来给你娘看过病，留下2个方子，快去煎给他喝。谢谢二姨妈，我真有请。好大的血腥味儿啊！二姐，您坐。姐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有一个老童年，原来是上海的候补道台，民国以后没有见过面。你拿着我的名帖去找他，兴许会有些主意。阿福，哎，陪着老爷去一趟。他在上海开了一家聚仙楼的山东馆子，年节还有贺帖送过来，想来是不放就请的。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银子，我再写封8行，这件事情会清。爹，我也要去上海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在外面听这话呀？爹，我跟阿福一起去，从小阿福就带我玩，我一定要去上海。碧兰，
我们大人正研究事儿呢。你没看李伯伯急成这样了，小孩子一点规矩也不懂。那我和阿福、李伯伯一块儿去上海。搞什么搞？你知道上海在哪里？你知道上海什么样子？我知道，上海有菲尔基斯路、梅登路，还有天山大舞台呢。我还会唱上海歌呢。假惺惺，假惺惺，做人不要假惺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唱什么唱？像什么样子？一点家教都没有，回去。孟先生今天怎么样？醒了2回，有一次我进去连我都不认识。哎，就工作。老三到哪儿了？应该还在回来的路上吧。我给他买了搭轮船的船票，船到了檀香山，他下来上了个小轮船，一直没有消息。这个老三最不让人省心了。小时候爹骂人谁敢回嘴啊？只有他骂10句回10句，挨了打也不哭。你不要替他担心，有爹在，还没有人敢动他。不能掉以轻心。有没有发到这个号码上的电报？有的，您稍等一会儿。先生，你的电报。把那话匣子给摔了。那不行，那是我的。娘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去一次就一次。他们去不是游山玩水，那是刀口底下救人。那我也去救人。你救什么人？你大公家就说这脸也不红，你还没过门呢，大摇大摆的去救人，这人要救回来，从今以后人家就挨你一头；要是救不回来呢，人家说你是丧门星。好了，我找人收拾一下，睡觉了。哎，娘，这上海啊，我还非去不可。我跟阿福一块儿去，对李伯伯也有照顾。你放心，肯定不到处瞎玩。你要实在不信，我跟菩萨烧香起誓。几点了？半夜2点了，都睡了一天了。就是头晕啊。今天那个中医过来把脉，是不是吃了他的东西啊？有几粒药丸子，你二姨说吃了可以睡得好觉。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吃吗？你把它藏在舌头底下，你就是不听。那是他们给你配的大烟丸，怕你出去走。儿子，你真聪明。
老东西，快咽气了。你三弟快回来了。三弟，就是那个叫孟文璐的，我的小舅舅，他要回来当孟先生了。我三弟要回来了。哎，我三弟要回来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呀，别出去他跟我丢人了最好了，我得去看他。哎，你让我去，他还没回来呢。我就跟他说我没病。你有病呀！我没有病，你放开我！我不吃药，我没病。就是有病。你怎么不知道躲一下呀？娘打我，我不敢躲。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？娘没病，是二姨和九公，他们怕你出去走，他们怕你出去乱跑乱说，他们是凶手。你提前结婚，他们就冲进来杀了我爹，他们把你当成人质，利用你杀了孟家的仇人，他们都是凶手。你生下来的时候，眼睛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他们都被我骗了。好了，你这些话可不能出去瞎说啊！我保证，就我们俩知道，你让我死都可以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这是二姨给你配的药，我替你喝了。这药苦得很，里边有点麝香。你那个二姨要是问你，你就这么跟她说。别喝了，那个不行。孟家人的鼻子比狗都灵，我要是不给你煎药，二姨明天就得问我。我要是赶到了，那我就离死不远了。反正我喝了那么多年，再多喝2碗也没事。娘，那个孟文璐回不来了。那个老东西咽气，我就让孟家上上下下的人把血都流干了，替我爹报仇。この男の顔よく頭に叩き込んでおくんだ。我々は断交山で無駄足を踏み、香港でも一杯食わされた。甲州湾が最後の機会だ。奴はおそらく明日、遅くとも明後日には船で上海に着くはずだ。奴が乗ってきたのは英国の船です。船で殺したら外交に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か？わからん。拳銃は隠して持ち込むんだ。奴は大日本帝国の敵だ。くれぐれも油断は禁物だぞ。たった一人の敵じゃないか。うん。たった一人だ。奴は武器の専門家だ。たった一人でも軍隊そのものなんだ、バカ野郎！
路上一定要听阿福的话，听李伯伯的话。好啊好。要不是这次你爹身体不行了，真应该他去。你记住了吗？这出门在外，坐船过桥的一定要求稳当，不要跟别人挤，不要跟别人抢路。如果遇到陌生人跟你说话呀，一定要当心。这老人说得好啊，见面只说3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啊。好好好。哎，还有呢，娘在你的衣角上缝进了2个小元宝，如果有急用的时候，就自己把它拿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娘啊。要不然，娘以后陪你去，这次你就别去了。娘，船票都买了。李伯伯，亲家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亲家母，别客气了，这要把梦华能救出来呀，回来我给大小姐从头到脚打套手势，我得让这小子明白明白，是谁救了他的命。老夫人，你就放心吧，小姐，我会照顾好的。她住的是头等舱，有外国人来伺候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时间都耽误了。夫人，您放心吧，小姐，我会伺候好的。亲家母，我也走了啊。快回去吧，再见。再见了，回去吧。再见，我到了会给你写信的。再见，回去吧。再见。哎，大小姐，你不回船舱，在这儿干嘛呀？他欺负我。啊？哎，你怎么欺负人呢？谁欺负人了？我欺负谁了？就是你欺负我！我在船上看我娘一眼，你把我挡得死死的，还把我挤到一边。你是个大男人，我是个弱女子，不是你欺负我，难道我欺负你啊？那你看你娘吧。我娘早就走了，谁稀罕这个？哎，大小姐，给我望远镜。Mr. Moon，我的望远镜呢？请坐。我一下午都得找你，晚上一起雾，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必须得用。是，可是你的望远镜被人扔到了海里。谁扔到了海里？一个姑娘。一个姑娘？她为什么要扔到海里？我也想问他为什么把望远镜扔到海里。眼看见如果没了望远镜，是件麻烦的事情。是。如果你觉得好玩，下了岸我送你。我绝对不好玩。哎，就她，就那女孩，她把你的望远镜扔海里了，我把她拽回来，你亲自问问她。先生，这是贵宾餐厅。请吧。哎，姑娘，等等。姑娘，你得赔我望远镜，那望远镜不是我的，是别人的。别搭理他，走。哎，姑娘，那是船长的。要不你告诉我你在几号房间住，我让船长去找你，你给他解释一下。大姐，走。哎，姑娘，你得老实点。Mr. Meng, what's going on? There are two fellows who take your photos are looking for you. You should go back inside of running around.
小姐，上海光棍马子、流氓阿飞太多，你千万要小心呐！谁敲门都不能开啊！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可不好向你娘交代呀。阿福叔啊，真厉害！厉害什么呀？我从小多少学了2下子。要是你刚才和他打，你真能打得过吗？小姐，您看我都这把子岁数了，我能打得过他吗？他要是打我呀，我就躺地下，我不起来。小姐，千万查好了门，谁敲门都不能开啊。我走了啊。你好，小姐，我说谁敲门都不开，你还是开了吧？哼，查好了啊，谁不能开了啊？哦。喂，你是谁？喂，你是谁？福叔，别敲了，我知道你在考验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来我屋干嘛呀？我当然有事儿了。那个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哎，我望远镜呢？不是扔海里了吗？你怎么能扔海里呢？真是的，你凭什么把我的望远镜扔到海里啊？这不就一个望远镜吗？我到了以后还你一个，不还你10个。总监，这个望远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告诉你，今天不给我找回来，我就不走了。你走不走？还我望远镜。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，我叫人了啊！我实话告诉你，有2个日本人追杀我，我只能在你这儿躲一躲。不就一望远镜吗？你还说什么杀人？你吓唬谁啊？真的有人追杀我，你信不信？找谁啊？见过这个人吗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出去！不是你干嘛呀？先生，在这艘船上，任何人都不许持有枪支，请你必须把枪交出来。我们认为这个人对大日本帝国有相当的危险性，我们奉日本警务部门的命令来拘捕他。按照国际法律，这艘船是属于我们大英帝国的领土，请你把枪交出来。
他们走了。走了？真走了。干嘛呀？不，小姐，刚才我听说上面开枪打人了，没惊着你吧？你干嘛这么敲门啊？我没被他们吓死，我被你吓死了。哎呦，小姐，你听我说呀，我着急呀。李老爷一上船，他就开始吐，到现在水米都没进呢。医生说他是晕船，他在水上活了一辈子，哪有晕船的道理呀？是不是？那我一会儿去看看吧。行，不用了，你就老实在这待着吧。咱们只求平平安安的到达上海就行了。哎，小姐，刚才那流氓没再骚扰你吧？那你锁好门啊，锁好门。我就说他们都走了吧，你还不信？姑娘，好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要问侠女芳名吗？我听13妹的平台上都说过，侠女做好事不留名。就当我把望远镜已经还你了，快走吧。望远镜的事咱们只字不提了。是这样，这2个日本人呀没把我抓住，是不会罢休的。我那仓史是回不去了，今天晚上只能在你这儿将就一晚上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可以睡地上，你睡床上。那也不行啊！你一个男人住在一个女人房间，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房间，你思想太复杂了。救人，你这是在救人。明天这船就靠岸了，就一晚上。啊，侠女，我这一身汗，我去冲个凉。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这是我的房间。是你的房间，侠女，啊，好人做到底，好吧？哎，我脱光了啊，脱光了啊！日本人呢？我派人看着呢。有没有发到这个号的电报给我？把我东西给我。日本人就留了这个给你。把运进厅放下来。扶你，这边的，小心一点啊！来，慢点啊！哎呀，还有我个白命啊！叫人吐！哎呦，我白命啊！我家怎么干呀？干嘛呀？什么？哎，晕船呀！李伯伯。
真是的，不操心的人好养活呀。前些日子呀，我就发现枕头上掉了很多头发，两鬓也开始发白了。你看看，你一根白头发都没有，真让人羡慕。等到我呀，头发全白了，我也就不管这个家的事儿了。我剪了头发去当尼姑。你要愿意的话呀，我带上你一起走。我们睡一间屋，跟小时候一样。晚上呀，厨房里去偷吃的。把首饰盒给我拿来。是。老大，爹病了，想不想看看他？今天郎高给你煎药了吗？好喝吗？很苦，有一股麝香的味道。真乖，我看你呀，快好了。要不要看看？看看，给我，送给你，快戴上，戴上，漂亮吧？漂亮。阿姨，我舅舅回来了。在哪儿啊？搭了一艘英国人的小客轮，正往这边走呢。老三回来了，快去接他！来，跟我走。三啊，长那么大的个儿，这是舅舅。舅舅好。老三，你行李呢？都到家了，要什么行李啊？把老孟先生要的宝贝带回来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给你买的船票你不坐，坐个小轮船回来，害得大家担心。公你好，回去等着孟先生骂吧。他骂我还少啊，索性他的家信我就不看。大姐身体还好吧？舅舅回来了，只给我写了一封信啊！改天我教你玩，走吧。大姐，今天是高兴吧？气色就那么好看，是不是？多亏二姨妈操心，我娘一吃二姨妈送的药，马上就好。我今天还说呢，下辈子我要给二姨妈做牛做马，这辈子我给二姨当条狗，见了二姨就摇尾巴。哎呀，赶紧给我摇一个，上车吧。干嘛呀？这是啊！
吵呀？这是？哎呀，我不吐了！你这是演的什么规矩？还骂你不？还吹什么呀？哎呀！吐了！坐下呀。出去那么多年，特别想吃家里的菜吧？饿了。来，尝尝厨师新手艺，在美国吃不到这个，还来了2个月了，还没露过身手。听说你来了，你看这鳝丝切得多细，来。我能吃下1头牛来。好啊。哎呦，你在美国这几年，成了个山羊大王了，你看。王子和九公不吃吗？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厨房，如果不是大宴会啊，不能跟你同桌吃饭。规矩是吧？是没有规矩，没有方圆。你坐下，你坐下。你要吃什么，你看一眼就行了，我给你盛。你看这菜泡饭吧，也是你在美国根本就看不到的。来，慢慢吃啊。慢慢吃。怎么变得这么粗鲁？你这。在美国吃不到这些菜。我跟你说呀，在家里吧，你怎么吃都行，你烧了房子都行。可是，在人跟前儿啊，你就是孟先生。我是小孟先生，老孟先生床上躺着呢。饱了。饱啦。我爱你，姐姐。老三，真的是你吗？啊，让我好好看看。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了都啊？老三，我们想死你了。姐，这家里人寄来的照片就是你最瘦了，怎么瘦成这样？他们说你生病了，要我请个杨医生给你看看。老三，老三，你先别过去，求你件事儿行不行？我求你别这么说话，行不行？一会儿他们肯定让你去看爹，你去了跟爹说一说，我想跟他聊几句，哪怕就在床前站会儿都行。他们不让我见爹。谁不让你见？老二，老二说我去了，爹的身体更不行。这句话你不能跟他说，记住了。你说了，他连你都不让我见的，真的。不可能，老二这么厉害呢。记住了，不能跟他说啊。老三，快去吧。说吧，我不跟他说。老三啊，去哪儿了？跟大姐聊会儿。哦，
一会儿让九公带你去祠堂拜一下祖先，感谢他们保佑你安全归来，然后再去看看爹。嗯。老大跟你说什么了？告你装。小姐，来点什么？蟹黄包。蟹黄包？哎呀，那是宁波的吃食，这儿做的不地道。我们这儿做的好的有爆扇面、蟹和黄小烧饼、雪菜肉丝、生煎包、大馅馄饨、白斩鸡、醉泥螺。都给我来点吧。你知道松鹤楼怎么走吗？松鹤楼？哦，在虹口区。如果您想去的话，我给您叫辆马车。好的。你们要一起吃吗？不。山东孟府第62代孙子孟文禄叩拜列祖列宗。小姐，马车给您叫好了，吃好了，付了谢钱就可以走了。我没有现钱，我只有碎银子。碎银子？这都民国了，您老还用碎银子？够不够？够。你慢走啊。山东孟家是战国时代孟夫子的后裔。孟夫子姓孟，会客，是曾与孔夫子的孙子子嗣先生，后传言荀子。光绪17年，中兴功臣、直隶总督曾国藩大人启奏朝廷，要在全国名门望族里挑选英气勃勃的年轻人才，留洋学习。你的祖父第一任孟先生，他在德国学机械制造，回国以后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人创办汉阳兵工厂、汉阳钢铁厂。跟着下来，你爹的位子，这是他跟孙先生的合照，是他最喜欢的照片。辛亥革命、黄花岗起义是孟家带头捐助的。盒子里是孙先生给你爹写的亲笔信。他要把这些东西供奉在祠堂。孙先生曾经叮嘱你爹，说要实业救国，孟家子子孙孙一天都不能忘记这个嘱咐。跟着是你的位子。记住了，有功。客官里边请。
那是李天佑大人吗？客官慢走。那是李天佑大人吗？那是李天佑大人吗？客官慢走。伙计，光临。把李天佑大人请出来，就说张鹤年的千金，故人之后，在门外拜见。演文明戏的，小姑娘，你是演文明戏的，这天禅大舞台啊，还得往前走。别在这儿嘻嘻哈哈的，把你们的老板李天佑大人请出来。我们没这老板呀。还在这儿胡说，这匾上明明写的是天佑题，怎么能说没这人呢？他要是知道了，长你的嘴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一往期啊，可不得了了！这清朝女鬼啊，索命来了！你呀、赶紧顶这儿吧。哎。白天见鬼了啊！我找光绪31年，恩科2甲第4名，官拜上海候补道台，漕路转运使李天佑大人。就是写匾的这位，我来之前我爹都跟我说了。你爹是谁？宁波人，跟李天佑同科，恩科2甲第9名。你是张鹤年的闺女。就是李天佑。侄女叩拜严伯。免了，免了。怎么捂得这么严实，一点光都不见？太亮了，爹睡不好。老三看你了。爹，我在外面等啊，听邀令。你还好吧？你还好吧？挺好，你声音小点儿，我听得见。我要的东西，你带回来了吗？M1卡宾枪，比标准0.45英寸的手枪左轮枪射程还远，比 M1加兰德步枪携带方便，操作容易，重量在2.5公斤以下，能单发，能连发，完全可以取代手枪、冲锋枪，成了近战武器。弹头多沉？射速多少？动能啊？弹头7.1克，枪口初速570米，枪口的动能是一般手枪的2倍。哦，好啊，这完全可以对付日本人的单发步枪了。嗯，你算是把宝贝带回家来了。您是想仿制啊？是。美国人卡宾枪的技术不够成熟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你在黄浦江上看到日本的军舰了吗？看见了。那你怎么想呢？我在美国2家枪械厂工作过，那里的日本人跟我说，他们的天皇为了买一艘航空母舰，
可以带头1天只吃1顿饭，他们的天后可以把自己的首饰全部捐出来。日本的钢产量和机械技术全世界第4，亚洲第1，我们跟他比，那简直就是老股东。所以我死了以后，你就马上回去，继续喂狗喝咖啡，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。我没忘记自己是哪儿的人，我也没忘记我们要面对自己的不足，要承认别人的优势。记住，这个兵工厂是国家的，也是我们孟家的。不要战争一开始你就夹着尾巴溜走，我们一定要造成最好的枪来。行，您造吧。大姐让我问您，她想见你，可以吗？哎呀，算了吧，别见了。我欠了她的，我自己还。人世间还不上，我到地下去还。我已经再不愿意逢场作戏了。我本来以为你回来能有几年时间好好教一教你，现在看起来是来不及了。一个人要有本事很容易，要有雄心就很难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爹说不用见了，欠你的债，地下再还。你们敢拆我是吧？放走你！放走是吧？你不能放走你！你害怕了是不是？快把他放走！连这一天是不是？天佑我，他们都在下面找你。娘，他们都在下面找你。大侄女儿，回去跟你爹说，你七叔啊，没这个本事了，啊！我呀，管不住自己这双手，好大一份产业，就在一颗骰子上输得干干净净。人家看我可怜，这不在饭店里头摘摘菜，记账，打发日子。哎，帮不上什么忙喽。哦，现在不是前清了，哼，什么规矩都没了，到处都是看不清楚的鬼故事。哎，大侄女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回家，关起门来，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。是。康妮，康妮，叫啥叫啊？叫西的人啊？借钱我可没有啊！哎，我有个大侄女，想在你这儿借住一晚，行不行啊？你从本里挖出来的。哎呦，废话真多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这干闺女啊，在上海百乐门当女招待，神通广大。神通广大？那他认识法租界的人吗？他能帮我救人吗？好说。哎呀，大侄女，你看我这日子过的，哎，你手上有没有现的？借我2个。哎，多少不拘，只要不耽误你买船票就好。我现在银子都花完了，钱都在阿福身上呢。您看这样吧，这是我娘送我的，还值几个钱，您先留着。
太重了，太重了！你爹要是知道了，您是我爹的年兄，这是侄女儿孝敬您的。评弹上都说了，行走江湖就要扶危救困，就像13。我先上去了。行了。13点，真是13点。13点。你干什么？我是康妮，你谁啊？我姓张，我叫张碧兰，是七叔的侄女儿。你干嘛？是男是女，是人是鬼，摸一下才知道。我不住了。疼吗？哟，生气了？不住了？我让你摸我的。无聊。谁稀罕住这棺材大点的地儿？有钱你去住法租界的国际大饭店啊！听得懂人家说话吗你？你认识法租界？不光法租界，英租界、日租界，没有不认识的。他们的公使那可都是老交情了。那你认识法租界的衙门吗？法租界的衙门，你找谁啊？那我就住这儿了。乡巴佬，土里土气的。就你穿这身衣服出去，谁敢理你啊？你去巡捕房干什么呀？就一个人。男人？千里寻夫啊！大姐，你这故事都能编成电影去演了。啊，自古衙门冲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。有钱吗你？没有。假的吧？这么懒？真的，蓝宝石的。不信你看。真的吧？借我带2天，作为回报，我可以借你身衣服穿，省得你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喂，干什么呢你？走了。土匪来了！三少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挺没事，手艺好得很呐。这么些年都是专为老太爷刮胡子。
放心。替我走2圈，我等的人还没来呢。我不带着这个走。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？我这儿，那只手，快点！哎，你听着啊，这2盘呢都是2块5的。听着，这2盘是5块的，有人要你就给他，去吧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去找我约的那个人啊，要不然怎么把你男人从法租界给弄出来？这点门都不肯拨。别东张西望，盯着烟。老先生手抖成这样，能行吗？能行，刮起来就不抖了。你帮我看看能换多少钱？30。那个不用刮那么干净吧？买包烟。给他按按吧。哦，主公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好，谢谢。新来的吧，小丫头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放手！别按手！哎呀，老虎哥。好。新来的吧，小丫头？你他妈有病吧你！喂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放手！别按手！老虎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也敢闹？滚蛋！老虎哥，喂，快点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老虎哥，你能帮我在法租界捞个人吗？我又不是法租界的总督，找我干什么呀？老虎哥，你要是不管我的话，我在上海真的是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了。说吧。那个，是我乡下的表妹，傻是傻了点儿，来救她男人的，说是被法租界给抓了，所以带她来找你。什么罪啊？不知道啊。叫什么名字？李慕华。你不找麻烦会死啊！怎么了，老虎哥？他的事儿，你管不了，我也管不了。得罪人了，得罪的人来头太大。你就吓唬我吧。在上海，哪还有比我老虎哥来头更大的人啊？他得罪孟家了，他在街上当众辱骂孟家，赶紧给他买张船票，让他明天就走。没别的事儿了吧？哎，老虎哥，我好不容易才见你一次，你也不请我喝个咖啡什么的，我……你还有事儿没事儿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领带？老虎哥。
说的呀？他说什么了？到底怎么样啊？你男人得罪了孟家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你也看见了，我刚才低三下四拼命求他，他才答应给办试试。话说回来，这事儿要是没钱可办不下。我可以给家写信要钱啊。你们家很有钱吗？我们家，我的戒指呢？哎呀，你下午已经来不及了。其实这事儿都怪你，我刚才觉得热，我就把它给摘下来了，结果你那边一打架一乱，我就给忘了，回去的时候也不知道被谁拿走。我明明看到你把戒指换成筹码给赌输了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？可我也帮你救人了呀！你就是个卖烟的女招待，你能救什么人啊？虽然我不知道法租界在哪儿，但是我知道你骗我。我没骗你，老虎哥真的是我最亲的朋友，他是法租界的巡捕啊。他今天不答应，我再去求他。我跟他说啊，你是我表妹，让他一定要帮忙。其实我想嫁，不，他想娶我，所以他肯定会帮忙的。那个戒指吗？等我赢了钱，除出来还你就是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要有半句假话，明天出门就让我被车撞死。哎呀，不用了。那我就拼着挨我娘的骂，把戒指送你好了。你听过白瓜？假惺惺，假惺惺，做人何必假惺惺？你想看，你就看，你就仔细的看看清，何必呢？你怎么自己拿上来的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自作自受，是我下的命令，除了我呀，谁都不能进来。这是按照你的身材，上海6个裁缝连夜给你赶的，你挑挑，看看试一下。我不穿啊，我不穿这种长衫，跟面袋子一样。怎么会是面袋子呢？你看看这个料子多好啊，英国的亮绸纱，多垂呀！你看，还有那马褂的纽扣啊，都是珍珠的，珠子我自己亲手雕的，一模一样大。我不穿。我在美国见过一些华人穿长衫，脑袋上扣个瓜皮帽，后面再戴个假辫子，跟墓里面走出来一样，难看死了，不穿。你是孟先生，穿了西服一点面子都没有了。我没答应做孟先生啊，谁答应了谁穿。孟先生非要穿长衫啊，这时代都变了。不穿。再让我舒服几天。哎，我送你那个打黄表呢，怎么没见你带啊？哟，表呢？你不会丢了吧？哟，搁哪了这是？啊，你帮我想想。糊涂虫。哎。送人了。我花了1万多块钱在瑞士定做的，你怎么就轻轻松松给送人了？是女孩吗？是。那你真的很喜欢她了？她父母做什么的？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快，从实招来。在船上认识的。床上认识的？不是床，是船。船上欠下了这么大一笔风流债啊！
要有那么贵的表去还？要不是2个日本兵追杀我，没准这事儿就成了。日本兵是怎么回事？2个日本兵追杀我，我躲到他的船舱里，他救了我，我就把表送给他，表示一下。是你的行程连九公都不知道，这是爹亲手安排的，电报是我打的，这日本人怎么会知道？问我呀，我哪知道？再说日本人破解一个民用电台那很容易的。这电报的事情啊，我会查清楚的。你呢，如果有机会再见到那个救你命的女孩啊，你把她带来我看看，看她值不值得我那块表。你还当真了？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是个鬼地方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那个王八蛋也不说盘马完工的等我，我就要去找个不喜欢的人刺激刺激他。上哪儿找个不喜欢的人是他的权。谁的表啊？给我看看。小气，不就一块表吗？我要想要的话，10块8块都有。明白？明白个屁！哎，孟先生，我瞧你打球啊。不会不会。舅舅，知道这什么吗？橄榄球。会玩吗？不会。等等，来，我教你，捡起来。我帮二姨去拿东西，自己玩吧。拿什么东西？接着。哎，快！好了，来，哎，接着，哎，有点意思啊，哎，来，有意思吗？就2个人，来几个人，进攻的想尽一切办法把球带到对方的得分区，防守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拦我们，迫使我们放弃控球权。明白？不明白。打起来就明白了。哎呦！好啊！哦，反了！老虎哥，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？非得往刀口上撞啊？老哥，你看我表妹，她眼睛都哭肿了，你再不让她进去看一眼，太没良心了。王母娘娘还让牛郎织女1年见一回呢。那行，那你去找王母娘娘吧。老虎哥，他不懂规矩，你别生气。把剪刀给我。啊？我不是让你出门带剪刀吗？有你的，怎么也不告诉我？行吗？给自己买张船票吧。上！
啊。坐着等。李国华在。3分钟。张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你跟我说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呀？都是我不好，阿福和李伯伯找不着了。我爹来了，那人呢？他们人呢？找不着了。张小姐，你先坐下，慢慢说。来，先坐下，坐下。张小姐，我这儿没事儿，我最多是蹲几天牢而已。我在闹革命，革命就是要牺牲跟坐牢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你也不懂。你现在马上出去找到他们，回家，然后回家以后你多看看书，不要总是待在那种旧家庭里。算了，你啊，还是回去吧，老老实实的待在你的旧家庭里。他们打你了，疼不疼啊？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。我不用你救，我很好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。你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张小姐，你赶快回家啊！别管我，我不用你担心，你照顾好你自己，千万别出事儿。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。我不用你担心，你别来给我添乱。老虎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让他走远点儿，别再来麻烦我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把他们送走。那他男人还能被救出来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2天就给他量体重了。量什么体重啊？绞刑架的活门儿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就是读书认字的好处。你跟他说，让他走得越远越好，千万别回来。还有你呀，少跟他在一块儿，别把你也扯进来，听见没有？去吧。老三啊，那你喜欢西装，送你一套西装。我给你加一床薄被，怕了夜里冷起来。以后你搬到爹的房间睡啊，就更得盖了。那边啊，屋顶高。我有个全盘计划，想让你多见见支持爹的朋友，让你逐步的进入上海的社会。我跟爹说过的，我不会在这家里常待下去。美国还有工作，等他死了我就走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我15岁就被送出国了，榔头都能在他身边长大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爹最看重你了，送你走是想让你离开这个环境，学到最先进的东西带回家来，把你留在这里，你就成第2把榔头了。你是孟家的长子长孙，爹一走你就是孟先生，你要带领全家在这个乱世里面活下来，这是你的责任啊。我谁也领不了。明天给你安排了几个慈善活动，晚宴跟英国公使一起吃，睡吧。父母大人台见，
自吴到上海以来，诸多逆缘，事事不顺，一言难尽。吴本有回乡之念，茫茫人海，独立难支。吴结识心友康尼，以探得法租界里兄木华所囚禁之处，并当面安慰之。吴初入人间，方知生存之艰难，以往种种事深自忏悔，今后回家更当孝敬父母，爱惜物用，请父母大人放心，不孝女将必然扣上。孟家上承祖宗之德，不敢忘先贤先圣之教导，常喜温老，暖平人心，日念劳苦大众之忧。别人家父虽在病中，亦不忘行善，于龙华寺购得一坟，施舍棺木，收留恶嫖，入土为安，使生者可以宁，亡者可以安。门外孟公子海外归来，执掌上海滩牛耳。有光的照片吗？有2个筒子。哎，谢谢您。这不是刚才演讲那个人吗？刚才哪个人？就我们刚才路过慈善局的时候，有个人在那儿演讲，就是他。在哪儿？路口的慈善局啊。停车！哎，你干嘛去？此乃孟家奉献社会之义举也。讲得不错吧？练了好几遍呢。你边上这2桌呀，都是各国银行的代表；这一桌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，还有各个租界的官员们。你敬酒呢，先敬陈先生。陈先生谁？陈先生是中央政府的代表，对孟家的帮助最大了。你要是先敬了租界的外国人啊，他们就骂你汉奸。你进各国公使的时候呢，你就先进英国公使，然后是法国公使，还有日本公使。对，日本公使。还请日本公使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我们为了办这个酒会啊，脚后跟打后脑勺了，你还在那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老孟先生还躺在病床上呢，你们在这大办酒席，这个都可以。我问个为什么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哎，这个是孟先生的安排，里面的原因，酒会完了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上海滩的名人，他们知道孟先生病了，常常来探望，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回访，为了表示歉意，就靠这个酒会了。那这些名单都是你们俩决定的吧？当然，还要征求你和孟先生的意见。这些名单我们看了好几遍，没有问题的。你看看有没有遗漏的？我不看，要听我的意见啊，不请日本公使，请他干嘛呀？我回国的时候在船上差点被他们给杀了。日本人要杀你？当然了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早就死在海上了。那你问他。我要马上查清楚。主公，你得查清楚啊！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告诉他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件事情我来查，你还嫌家里的局势不够乱吗？那我还没权利拒绝跟不喜欢的人吃饭啊！权利？我们家的军火生意阻力最大的就是日本人，现在办这样大的酒会，不请他们，这不是公开挑衅吗？一
一味的讨他们喜欢，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。跟你谈诚实，你今天把这个事情跟九公说了，他就会以为啊，我早知道了，你早告诉我了，那就意味着我们两个联合起来去试探他，不信任他。二姐，你想那么复杂，九公你都不相信，那这个家你相信谁啊？我只相信爹和你。爹在床上躺着，你又那么不听话。那你的意思，我是孟家的阿斗了呗？阿斗比你听话多了。你说我这忙前忙后的是为了什么呀？你还不如回美国去算了，我们就把这摊子散了干净。不回去，听二姐的，别生气啊！哎，九公，你找我？你舅舅跟我说，他坐船回来的时候，船上有2个日本人，手里拿着他的照片，要枪杀他。你听说过吗？啊？他坐的哪趟船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今天才说。这件事儿，我来查。我不关心他们手里的枪，我是关心他们手里的照片。你给我查清楚，照片哪里来的？是。会犯这种错误，不如回邹县去种地去吧。查吧，去查吧。哎，在押犯李某华，年20几，外面无须，姓名不认识，犯政府罪、煽动叛乱罪、影响租界社会程序罪。租界临时法庭判决如下：缴。缴。按个手印就行了。等等，凭什么缴我？你凭什么缴我？你凭什么缴我？拉着他！抓住他！按住了啊！缴我！凭什么？凭什么缴？凭什么说？凭什么缴？起来！你肯定你认识他对吗？你还是再把报纸拿出来看一下吧。我认识，可问题是，他认不认识你呀？这个要是搞错了，咱们俩死的连骨头渣都没有了。这个，万一他要说是你偷的怎么办？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他们压根就没有脸皮，要不然怎么能成大人物呢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先走吧。我才不走呢！万一他要是真记得你，好歹你也救个他命呢。他要是真有一点良心的话，那手指头一抖就是万儿八千的往下掉。我不走。可是你看这情形，咱们怎么混进去啊？别着急，老虎总有打盹的时候吧，想办法呗。
么着急，让我见什么人啊？等一下呀，你就要感谢我了。哟，大人物啊！还保密呢。陈先生啊，感谢你远道而来。孟家在今天这个时候啊，特别需要你的帮助。哎呀，二姐你客气了。这位就是我的三弟孟文禄。老三啊，这个是为中央统计局做航运生意的陈先生。比照片上瘦了点儿。陈先生，你好。哎，叫爹。你太爱开年轻人的玩笑了，还没告他呢。啊，孟先生病得厉害，他又刚从美国回来。告诉我什么呀？哦，爹呀，为你定了一门亲事，就是跟陈先生的千金。啊？来坐。民国11年，我去北平就见过你爹。干嘛好好生个孩子交给外国人去养？这不是太蠢了吗？国家正是需要人才，应该把他送到我这儿来。啊，那就要感谢陈先生的栽培了，是不是啊，文禄？是什么呀？我个人的事儿，谁说了也不算。二姐，你看他这留学吧，成了一外国人了。以后啊，还真要陈先生好好的调教他。哎，苏佩到了吗？啊，到了。本来我说一个女孩子家抛头露面的来看丈夫，哼，羞不羞？和他闹了半天啊，我以为是真让这小子照片迷住了，他是想听白光唱歌。好，二姐，随便转转。请便。再见，陈先生。这位陈先生是你爹都不敢得罪的人。跟我没关系，你们这么做就不尊重我。什么尊重不尊重的？你反正得给我出去，把这台戏给我唱完了。我不唱。你不唱，你不唱，你唱不唱？唱不唱？苏三离了红桃线。李先生，听说您多带了一家伙。我怎么又忘了这事儿啊？得罪。哎，李先生，你帮我看看陈先生是不是讨了一房小啊？我是不是得送点份子钱？那是人刚从香港教会回来的闺女，眼睛够贼的。哼。你好，苏佩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好。Cheers. 别动。
这是我的玩具。你用这个来擦嘴吗？我一般用这个来闭嘴。老头啊，抓紧时间叫舅妈，叫早了有便宜占。叫啊！你头真大。苏佩啊，听说你闹着要听白光呀？二姐，不是，我就是来见孟三公子的，是我爹替我撑台面，才显得我没那么不礼貌。其实我还是很好奇的。好奇就对了。我们家老三啊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不讲究那种老规矩。你们俩好好谈谈。坐这儿。啊？你好，孟文璐。你好，陈小姐是吧？叫我苏佩就好了。苏佩。孟三公子，你现在可是上海滩的知名人物啊！哼，是吗？初来乍到，请多关照。你很出名，没见你之前就有人在我耳边提到你的名字。谁啊？令尊大人。哦，是吗？那想必订婚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他们那些大人呀，就喜欢干这种拿小孩子当商品换来换去的交易，咱俩不听就是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？吓你一跳吧？看这情况，今儿晚上肯定是进不去了，上哪儿去弄亲爹啊？那我不管，你得给我想办法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。我没办法，你要想办法自己想。你得给我想办法。白光来了！白光来了！白光！你拉我干嘛？你没看到白光来了？老虎也有打赌的时候，你看我偷的。好，里边请。哎，您的请柬。好，请吧。哎，您的请柬。你是白光？啊，白光。啊，我是白光。白光到了吗？啊，快，请进。你怎么拿了白光？有人看到白光小姐吗？这可怎么在这儿呢？办？我都拿了。白光小姐，你说怎么办？白光小姐，这边正等着您呢，赶紧来吧。哎，白光小姐，您快来吧。怎么不唱啊？是啊，干嘛呢？水鸟，水鸟，现出那犄角后出头。哦喂，水鸟，水鸟，
相处难。先给大家开开胃，白光小姐，这就到了。白光小姐，我最喜欢听白光小姐，白光小姐，我最喜欢听白光小姐，白光小姐。佩服我一下，别让我难堪。你要是叫一声，把你喉咙割断了，埋到小山底下。合口味吧。今天这婚事要能定的话，老爷子一高兴，说不定这病就好了呢。就是定了。你是喜剧明星，还是三流歌手啊？这歌唱的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物归原主啊！我的望远镜什么时候赔我啊？哟。你要跟我去巡捕房，你要跟我去巡捕房里把李木华救出来。我去巡捕房？他们给他量体重了，要给他做脚筋架活门。谁叫林木华？我不认识。我不管，罗老五告诉刚尼，刚尼告诉我的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救出来。我为什么要救他？我不管，你一定要给我把他救出来，要不然他就死定了。你得给我说清楚，林木华我不认识。不管。你不管，我也不管。都看着你呢啊！干嘛？你让我想想。二姐啊，
你这还给我打着埋伏呢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不是。哎呀，你们这两个呀，就跟小孩子似的，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这一碰到了又哭又闹的。什么呀？谁跟他一起？你少说一句会死人啊！来，跟我过来，我知道你是谁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让人家跟你走。少闹！今年来的都是客人。九公啊，哎，我们去补妆，你带老三给大家敬敬酒。好。三少爷，跟大家喝一杯吧。认识我吗？我听他们叫你榔头。我专门替家里处理一些麻烦的事情。我的办法呢很简单，拍他一下，睡了。你最好把什么都告诉我，别把我当白痴啊，小姐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去问他。我还看到了三少爷的那块表，他说是在船上送他的。他哪里人啊？来上海多久了？宁波人，刚来。他男人。你哪里人？来上海多久了？昆山人，我一直在百乐门做女招待，以前还在新世界干过。我认识很多租界里有势力的朋友。他一次进来，没有你他进不来。你带他进来，想干什么？出孟家的丑，报一条大新闻，敲诈我们。我没有。送你4个字：下不为例。记着了，这顿板子我定下来了。再见到你一次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待着，宾客散了就送他走。秦先生，我家三公子，哇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将来必成大业。来，干一杯。秦先生，干了。失陪了，失陪了啊！请便，请便。李先生，我家三公子来敬酒了。哦。李先生，年轻人啊，少欠点风流债啊。你呀，也就是孟家的三公子。要是我手下的小孩子啊，早就让你吃笋炒肉。好吃吗？这个竹笋炒肉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是用竹竿子打屁股。干脆，你以后就跟着我，学做生意。李先生是做鸦片生意还是人肉生意啊？那我学不来，我怕被鬼追。我家的三公子生来就是菩萨心肠。孟先生说，将来他在这个上海滩混，您不帮忙谁帮忙啊？现在我代表孟先生，敬你一杯。得罪了。接下来是美国驻上海公使中国通。头发扎那么紧啊？那么紧到50岁啊，头发都掉光了。你看那些农村的老太太，60岁，头发就剩了一小撮，就是那么扎紧扎出来的。有什么味道？哦，
这是那个桂花油，来上海这么多天了，也没地儿洗。这桂花油是老爷子老太太用的。来，把那个章子递给我。我知道你是谁。要是没有你啊，我们家老三啊就没命了。他也真不懂事，要不然啊，你一来我们就给你接过来了。孟家不是不报恩的，来穿上。我不要，不是喜欢吗？不是不喜欢，喜欢就穿上吧。今天啊是孟家的大日子，你穿上以后，我们俩牵着手出去，好像你跟老三啊从小就认识啊。等到宴会结束了，你有多大的事情，孟家都会帮你办。他是很厉害吗？他是很厉害。Mr. Kangas， 我们三公子 ，Welcome my home。公使说，孟家所制造的军火是对美国武器科学的抄袭。他希望孟家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，不要等到政府开始抗议再来后悔。作为美国驻上海的公使，不会讲中文，装什么装 ？God bless you。曾公子啊，还有日本公使啊，不是说好不请日本人的吗？他们势力很大，不要得罪。清水公使，这位是？听说你执掌孟家，我们感到很高兴，提前祝贺。老孟先生还好好的，你诚心祝他？我们希望和孟家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，但是你们没有停掉亏损的军火产业，这会被认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友好的表现。我希望你必须在你领导孟家的这个时期解决这个问题。家里造枪是为了防贼，既然要友好，何必担心别人把你当贼防？告辞。陈先生啊，哎，这位啊是我们家老三小时候结识的朋友张小姐，这位是陈先生，这位是陈小姐。你好，我还说呢，怎么一见面就把人家惹哭了？为什么呀？就是。啊，九公。二姐，酒呢？敬完了，我关节开始疼了，我得休息了。还是我扶你回去吧。好。二姐，还是我扶九公回去吧。那你慢走。哎，你们这两位啊，不能再闹了啊！我呢留张小姐住一晚上，啊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，都要等人散了再说啊。我请你跳个舞。不跳，没吃饭呢，晕。那就吃饱再说。你会去救他的，对吧？谁啊？哦，罗老虎，不是吗？哦，康什么来着是吧？李慕华。哎，
这身衣服挺适合你的。李慕华，小死算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个地方不适合谈这事儿，咱们得换个地儿。哎，我看他连阿斗都不如，阿斗还知道老老实实，不到处去惹祸。他也就是孟家的三公子，要不我敢保证他活不到明儿早晨。竟敢跟领先生这么说话！起来！孟先生要亲自跟大家讲几句话，表示谢意。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病，我就要死了。不管你们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今后我们孟家的领导就是我的三儿子孟文龙。他会维系和诸位的交情。如果你们对他有什么不满意，就明确地提出来。我相信他会采取最果断的忍让，确保你们的安全。他很年轻，需要磨练。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：你们要确保他的生命安全。各位，希望大家自重。我来。想吐吗？吐出来吧。吐不出来。好点吗？好点。走走吧，透透气。第一次坐车？对呀。那是正常的。哎，这儿好像离我住的地方挺近的。是吗？是这儿还是这儿？应该是这儿。你确定？应该确定。你不确定，头还晕着呢。应该就是这儿。我们俩打个赌。这个人是谁？在船上，那个女孩救过我舅舅的命。我刚问出来，他进来干什么还不知道呢。该打板子。是。那女孩要什么？你不知道。谁要混进来就能混进来。榔头，你不用干了。是。
是，我该挨顿板子。今年可热闹了。二姨妈，快帮我去找找，看你舅去了哪里。哎。啊，二姐。坐，舅公，坐。哎呀，海雾一起，关节就开始疼，心脏就不舒服。不喝杯自己泡的药酒啊，就不能睡。唉，今天乱死了。现在又不知老三在哪里。那个女孩偏偏今天来啊，我很忧虑啊。是啊，刚才老三在敬酒的时候，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给得罪了？他很像年轻时候的孟先生，谁的账都不买。可是也得看时候啊。难道我不知道他们是狼是狗啊？可是他要在上海滩混，不做戏怎么行啊？要想当好人啊，到大街上去当难民算了。你住这儿？哎，别坐床上。哦，对不起。那我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哼，坐这儿吧。你跟谁睡在一起啊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谢谢你送我回来啊！我没打算送你回来，我是拽你出来透透气儿。是我陪你出来透透气儿。咱们现在也该谈谈救李慕华的事儿了吧？哼，先谈谈谁陪谁吧。我看你一个人在那儿不自在，拽你出来，给你找个台阶下。你非但不领情，还要跟我讨价还价。我告诉你，我还真能救他。真的？真的。但我没答应。滚出去！我出去透透气儿。混蛋！我还救过你的命呢！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你就多多的敲打他。我老了，身体越来越不行了。我在那里呀，修了一个很好的坟地呀。现在不行就了。爹病了这5年，家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早就垮了。你必须得帮老三这一把。他刚从美国回来，除了惹祸，什么都不懂。我的权力越大，我知道的东西越多，我就会变成最大的敌人了。我不想和孟家为敌呀。我懂你说这话的意思。今后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你不伤害到他，我都会支持你。
下来吧。下来呀！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告诉你啊，上海往那边走。放心啊，这边的狼都打干净了。陈永察，谁找我呀？这位是东北行辕的何营长。过去是胡子，跟我老帅，现在跟少帅。三公子是东北，我知道，不就是丢掉东北3省的三公子吗？很有名的。坐。哎，何营长，来，请坐。来，请坐。怎么着？什么事儿？孟家跟东北军呐，关系一直很好的。我知道。民国20年以前，他们是我们军火买卖最大的客户。孟先生曾亲自到东北，替他们建了一个军械厂呢。一枪未发，就留给日本人了。怎么着？告辞。他刚从海外回来。何营长啊，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多了吧？丢了祖宗的地方，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抬不起头来，让孟先生骂，不敢说生气的话，只是事情紧急，我要马上找人帮忙，回头再来领受。告辞。坐。三公子要来上海休养身体，要住一段时期。所以派何营长来送礼，一方面是问候孟先生的病情，二来嘛，出了件怪事儿。什么怪事？我早上在少帅的床头找到的。少帅的警卫部队虽然不多，也足有30多人，围得连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这子弹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三公子现在住在哪里啊？理查饭店12层。那是公共租界啊，你应该去找租界的公共安全局，或者是国民政府的上海警备司令部。把东北丢了，是因为这有大总统不抵抗的手令，不能全怪三公子。不过在上海，如果他有什么3长2短的话，那我们这些老朋友的面子丢尽了。孟先生，一切感谢，东北军上上下下听从您的调遣。啊，告辞。好，请。我没答应你啊！哎呀，挨什么挨？这事儿不能管。不要说孟先生和张家父子是至交，现在人家求到这里了，如果不帮，外面人会说呀，这个孟府有人呐，有时也靠不住，那就糟糕透了，知道吗？东北3省都给丢了，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儿吗？不过，我们在外国留学的时候，这中国学生看到这样的消息都哭了，丢人。别管这事儿了，他干嘛呀？哎，这事你要多听二姐的，别人忙可以不帮，三公子非帮不可呀。这是王亚樵干的，我们要管也不是不行，怕是跟安徽帮结下死仇了。怎么讲？王亚樵这个人啊，安徽过来的流寇，做事情没什么大脑，总是声称自己爱国，说起来是条汉子，
做事儿做人都比较公正。干脆结拜兄弟去算了，你倒也话多。是，我就是听吩咐。他就是3头6臂，我也要用钢丝穿着他的琵琶骨把他给拿回来。看着我干嘛呀？等我做决定。你得发话呀！我的意思不就，身为军人不作为，要他何用啊？爹说就，要不你再去问问他。爹都做决定了，干嘛叫我来啊？耽误时间嘛。站着干嘛呢？还不快点！不好意思，少帅今天确实身体不好，明天一定抽个时间回访一下孟先生。是他要求到我们孟家，摆什么谱啊？要见必须今天见。可他身体今天真的是不好。我看这样吧，告诉少帅说孟先生来探病了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他是忙着打仗还是忙着收复国土啊？走，孟先生，孟先生不必如此。孟先生一定要见的话，倒是可以见的，只要不吓了你就好。孟先生，请。一会儿咱俩去趟理查饭店，见见你的老东家。上面安排下来的，没办法。零3班，6个人。听说啊，他手里啊有30多个，全都是能左右开弓打盒子炮的。你说，那还要咱们去站岗干什么呀？真是。哎，仗打得不怎么样，架子可不小，净摆这个谱。走。请问，坐吧。王亚樵王先生到了上海，
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？让我们敬地主之谊，请顿饭吃啊？不用了。我们家孟先生让我传句话：三公子途经上海，不要动弹，要不然呢，摊了上海滩的面子。哦，上海滩还有面子？你们这儿除了卖鸦片、贩人口、逼良为娼、绑架打劫、巴结洋人、为虎作伥，什么无耻下流的事情都让你们干尽了，现在反倒说上海滩有面子，你不觉得是奇谈吗？大家都要讨生活嘛。我们家孟先生久仰王小桥先生的名声，不如交个朋友，大家以后有个照应。孟先生就是孟家刚从国外回来的少爷吧？我又不卖鸦片，他照应我什么呀？嗯？你是谁呀？我就是个小跑堂的，贱民不足挂齿。你回去告诉孟先生，这位三公子张将军，如果3日之内不离开上海，他必死无疑。你瞧见没有？他一个人包一层楼，他在里边打麻将、吃喝快活、逍遥，咱们在这干耗。哎，你是哑巴变的呀？说句话会死啊！刚才有人进去过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我念念。3日之内如不离户，必杀之。送餐车。站住！别跑！咱们站着，老子开枪了啊！那儿呢？那儿呢？先丢钱了，捡钱了！走了。招呼已经打过了，他还是不给面子，就得来硬的了。硬来有把握吗？他自称是上海滩的第一杀手，应该是有点本事。不过一个安徽来的灾民能翻出多大浪来，那也未见得。我就是请示一下，咱们是种荷花呢，还是种什么荷花？种荷花就是脖子上挂块石头，沉到黄浦江里去。我觉得咱们犯不着为这点事儿跟安徽帮结仇。你要是觉得不用偷偷摸摸，我直接把他挂在灯柱子上，反正咱们不怕他。除了杀人，没别的办法吗？抓活的，明白了。
安排大家轮流睡觉，每个小时得有人看一下，土上有脚印没脚印。里边住的那女的到底干什么的？原来是长三书玉的，后来王亚乔花钱把她买了过来，从了粮。每次来上海都是夜里2点多来这儿逛一圈，天不亮就走。确认啊，别让我在这儿熬一宿，什么都没抓着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从他身边人那儿买的情报。嗯。你小子干什么？咱们是来保护人的，不是来杀人的。混蛋，把枪放下！你不应该醒的，出去吧。你也跟我出去。他们这些人汗毛拔下来比咱们腰都粗，没必要跟他们玩命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东北军的上校吗？我是东北军第3旅的炮兵上校，驻防沈阳大本营。一天夜里，日军向我们开炮，营长请示这位少帅，可他在听梅兰芳的《宇宙风》，他娘的一场宇宙风停下来，小日本一通炮拍死了我300多个弟兄。打仗嘛，总会死人的。我的2个哥哥就在我面前，就在我面前被炸成了碎片，所以他今天必须死。快快快，跳窗户跑了！哎，兄弟，搭把手。兄弟受伤了，来来来。晦气！他娘的，老子要知道你是东北军上校，我肯定不会带你来这儿。要不是老子枪法准，8个上校就死定了。在老子背后玩阴的，你小子还嫩点。真的。枪放下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你。你把枪放下，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进来。王亚乔带过来了，有什么吩咐？
我让你把人家请来，不是绑来。动，再动一个！别！哎！我叫孟文路，交个朋友。要杀要剐，痛痛快快的。我不是来消遣的。出去。我留下看着他。你也出去。来，坐。结实呀！我也经常运动。哎，会打橄榄球吗？有人供你杀人？国难当头，为民除害，是花钱能做得到的吗？我花钱雇你去杀他，你做吗？我真是懒得跟你这种汉奸废话。哎，我不是汉奸，我怎么成了汉奸了？我也恨那个丢了东北三省的三公子，多遭人唾弃呀！我恨他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汉奸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事儿做的太鲁莽了。再等等，我前些日子去了理查饭店，见了他，他现在正在借吗啡，准备借完吗啡去日本学军事。学完军事，回来报效国家，那都是骗人的话。我亲眼看见的，把自己绑在那床上，声嘶力竭的，非常痛苦。你想啊，这戒吗啡搁着任何人都是很艰难的，可见他是真心下了决心要赎罪的。反正你们都是一个别口里出气，你这些废话最好别讲给我听。舅公啊，少帅送的虫草给你泡酒。哦，谢谢他。是老三把那安徽人给抓回来了。他非要活的，我没办法。二姐，你也来点儿。好啊。你说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呢？总有他的道理吧。少帅呢，能逃过这一劫难，安徽人是死是活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这下好嘛，他呀能把我们孟家的朋友啊全都得罪一遍。恐怕在他的眼里啊，连我们都是坏人。还嫩呢，让他多学学，他行的。我今天就是想认识认识你，早就耳闻你大名了。孟先生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要杀要剐你痛痛快快的。我请你来就没想杀你，怎么能你想着我要杀你呢？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真的。多一个朋友多条路。当然，孟家是答应了别人，答应的事就得做到。我不想下次我们见面是敌人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你真的放我走？榔头！把这位义士的枪。弹夹。
以为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帮了你，你还害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跟孟家什么关系？你不想活，我还想活，你把我拉进来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就是你冒充白光的。我就是。我看你是白痴。是你告诉孟家，我告诉你孟家要杀李梦华的是吗？就是我说的，你告诉康妮，康妮告诉我的，我就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会被你们俩害死。咱们走吧，他不帮忙还掐人，咱们自己想办法去啊。是他们找你麻烦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贱呀？他都快把你掐死了，你还往前凑。我是生你的气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啊！我们在上海滩连只蚂蚁都不如。孟家的是是非非你也敢管？就像那天宴会上那些人，哪一个出来不掐你跟掐死一只鸡一样？我还有地儿躲，你往哪儿躲？这事儿不赖我，都是他，天天拿个怀表在我眼前晃，晃得我脑袋都晕了。我没有。我看你就是晃晕了。你以为能从孟家能占多大便宜啊？得到什么好处？他救了孟三公子，孟家能领他多大人情？那杀孟三公子那些人会不会对付你们？孟家不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，能放过你们吗？你要早点把这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，我根本就不会帮你这种掉脑袋的忙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们都不管了。你不能不管我，凭什么管啊？那天他们家那个凶神恶煞的榔头把我拉到海边，我走了一晚上才回来的。我才不像你坐着孟三公子的车回来的。是他把我拽走的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你答应帮我的，我现在帮不了你了。我劝你也别信那孟三公子的，他们家8根汗毛比你腿都粗，公子小姐的逗你玩玩还行，你真以为自己13妹啊？救人一命还等人报答？我什么我？我就是拿了你个戒指嘛，我拿钱赎罪还你就是了。再说了，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，房租交过吗？我还你也是天经地义的。咱俩两清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不能不帮我，你要不帮我，我就掐死你！够了，你们俩有完没完？还有话吗？没话回去了。是他答应我的，而且他们家二姐还送了我一套衣服呢。他答应你去找他呀？我不知道你们俩还有船上那段。我们法租界巡捕房谁没拿过孟家的钱？你最好赶紧去找他，赶紧。什么叫赶紧啊？赶紧让他帮你想办法，也许他办得下来，也许看你的命了。在这个乱世，能活下来，保住自己的命就不容易了。你没事吧？滚！我那刚才不是生气吗？你说那么没良心的话，我是在气头上。没良心，你才没良心呢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还掐我。那要不然你掐我？人家大老远跑来，就为了让你掐我吗？我对你那么好，说了一句让你帮忙的话没有？从海边回来的时候，心里想着你才不害怕呢。一见面就掐我，你到底说谁呢？不是我呀。
鱼我所欲也，熊掌我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。舍鱼而取熊掌焉。你二姐来了吧？我去叫她。文罗，我们如果把这支枪的膛线加长，精度也就上去了。虽然损失一点射速，但是如果用点发的话，射程和杀伤力都能提高。那又怎么样？昨天我跟孔祥熙通了电话，我说德日联盟虽然比我们签署的晚一点，可那可靠多了。中日一旦发生了战争，这批武器能不能到我们的手里还是个问题。他也非常担心。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回邹县去看一看，你还记得吗？有点印象。有座山叫夷山，好多风化的石头。那就是我们的孟府。那时候你还在读书呢。凤司官给我来了信，我回不去了。你最好替我回去看看。文龙，把我的枕箱打开。看看。赵三友，南光绪13年生，河北。清末秀才，马京路南，山东济宁市光绪12年生，清末秀才。这是什么呀？孟家有个读书会，每年都要花很多的钱，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们给予资助。将来不管有多困难，这个规矩不能砍掉。非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要使用它们。它们是我们孟家的围墙。上海警卫司令部的政治中，是我的挚友。他要搞一个军界研究所，要请你去讲课。你要把你知道的东西全都道出来，从那些孩子们里选出有用之才，为我们的国家制造最好的枪炮。喂！怎么回事？快紧张救国！哎，别打！别打！这是孟家产业！别打！放屋顶，放屋顶。二姐，虹口一间烟馆出事了，怎么了？被什么浪人砸了。娘，等我一下啊。
很多经理都来了，我让他们在厅里候着。让他们候着吧。我都说过了，要解决这个事情也不是今天的。哎，那现在怎么跟他们说呀？说我跟小孩玩积木。玩积木？还能再放吗？行，知道了。好。哎，怎么把人弄到这里来了？日本人少，家里这几个人够用。他说怎么办呀？抓住一个为首的，打掉一个。反正这帮弟兄的父老家小都是我们养着的，大不了赔他一条命呗。我看谁还敢把狗爪子伸过来。家里的烟馆被人搞了好几处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卖力。见到新主子了，想巴结，不是时候。那我总得让舅舅看看吧。听着啊，不能坏人命，不坏人命，不许动手，不许动手。查查是谁。高兴的啊！唱，接着唱啊！我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应该都知道。你们是谁呢？我也都认识。我就是想问问啊，孟家大烟馆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啊？滚出去！啊？要请我吃烤肉啊！我什么肉都吃过，就没吃过烤人肉。你要请我吃？8个！谁愿意告诉我，为什么要砸孟家的烟馆啊？好，不肯说，那就只能一个个撕碎了，烤着吃吧。不尝尝自己的肉？野蛮，魔鬼！你去找清水公使，我们只是拿钱的，不知道孟家是谁。清水公使给你们多少钱啊？钞票都收起来，买张船票回到日本去。将来孟家寻仇的时候，清水可不认这个账啊！再见。你放血，我看看你的伤。不舒服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天出事儿，我又不能问他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家里几间茶楼让人给砸了，想看看孟家反应。谁敢砸孟家？胆子不小啊！巡捕房抓呀！
报警。对啊，巡捕房干嘛吃的？你以为这美国呀？二姐，可我听说砸的不是咱家的茶楼，是烟馆。咱们家开烟馆了。咱们家开烟馆了？我问你呢，不是说砸了孟家的烟馆吗？咱们家卖鸦片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问什么呀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。你以为钱哪来的？光做军界，没有工人，没有技术，不够钢铁，什么事情都要求外国的技师。在租界里办几家烟馆，那是应急的方法。卖鸦片，还有爹跟我说的什么会，就是孟家资助的读书会啊，对，读书会。读书会怎么回事啊？最早也就是学堂，爷爷掏钱办的。山东孟家讲些四书五经的，收一些没钱读书的孩子。后来到了爹手里，他请了很多西学的老师，学生进来学3年，成绩优秀的话，送去更好的学校，包括出国留学。所有的这一切费用，都是孟家承担的。各个租界里面，一大半中国的官员，都是我们供出来的。啊，那不仅只有官员吧？还有医生、矿业、冶金、造船、机器制造、通讯。每年啊，读书会花的钱最多了。有人跟爹说：“算了吧，供出这么多人来，也没见几个念孟家的好啊。”爹跟我说。爹跟你说什么呀？苏佩，二姐，你简直跟一张西洋画里走出来的似的。哪里？我爹说了，小孟先生是个洋人，穿旗袍是要挨骂的。小孟先生说我呢吧？是啊，外面的人都那么说你，你还不是孟先生呢。那外面的人还说我什么呀？我爹让我来问问孟先生的病情，他好点了吗？我带了一些洋人的补血丸放在你屋里了。刚才出门的时候看见小龙娜，她说你在这儿，我这才一路找过来的。你真有心。这老爷子一病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这个小孟先生呢，又是个甩手大掌柜的，所以就累到我了。你那补血丸呀，我看我吃了合适。外面的人可不是这么说小孟先生的。那外面的人又说我什么呢？他们说小孟先生又多情又莽撞，跟一个乡下女孩同桌吃饭，还顶撞了威震上海滩的李先生。这一夜之间啊，可成名人了。这一夜之间啊，成了笑话了。知道为什么成笑话吗？就是那个乌鸦站在黑猪身上，看到别人是黑的，看不到自己是黑的。你听他瞎扯。哎，坐着聊。那坐下。可真是个怪人。你们家老三好像不太好对付。他是老孟先生的继承人，你应该称呼他孟先生。小孟先生。舅公啊，我姓陈的没有一天对不起孟家，要钱给钱，要力出力。可话说回来了，老爷子100年之后，往后的路怎么走？您得给我指个道儿。追孟家的债啊，不需要兜圈子。您多想了。是你多想了。我能不多想吗？啊！上海
他就是个花花世界，有钱大家赚，天经地义。可孟家非要装什么圣人之后，军火卖不出去，读书会白白的赔钱。要不是这2年我帮你们搞的这些赌场和烟馆，今天你们都在苏州河行乞。怎么样，老爷子刚病下，底下喽啰收不住了吧？啊，就连你们家小孟先生回国，都得偷偷摸摸的。这几十年孟家的亏损，我们给扛着。是啊，我敬佩老孟先生的英雄虎胆。我把宝贝女儿送过来，又当媳妇儿又当丫鬟，我图的什么？我总得自己说服自己吧。看看你们家小孟先生的那个样子，哼，我真失望。干脆，我把女儿带回去得了。又兜圈子，把你心里那些油黄狗宝掏出来吧。冲喜。冲喜？家里有老人生病，儿女办场喜事，哼，兴许老爷子一高兴病就好了。就算是好不了，我们2家也是亲上加亲的。查到了没有？陈先生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陈先生就跟家里的长辈一样，有话就说。查出来了，是日本公使清水派人砸的烟馆。陈先生，您坐一会儿，我要到二姐那儿去。哎，您的话我听懂了。告诉他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啊！进来。哇，这身打扮呐，配上双枪，可以到美国去打红帆喽！你老人家也爱看电影，快试试这件。前些年啊，法租界办酒会给我送过来，我都没敢穿。你呀，帮我穿一下，让我过过眼瘾。那我先失陪一下。快去换。跟陈先生下棋了，赢了吗？没下完呢。他说了一句有趣的话。他说什么了？陈孟先生这个时候给文禄、苏佩办婚事，冲冲喜。冲喜？他连个病危的老人都不放过呀！太饿了吧？想把孟家一口吞下去。哎呀，苏佩啊，烦死了！下午啊，我们请一个背照相匣子的师傅过来，一张一张都给你拍下来，放到法租界相馆的那个橱窗里面。那些名媛算什么？啊，跟你一笔钱不值的。二姐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那我再去照照。别说爹现在的状况了，就是平时，凭老三的个性，哪能说结婚就结婚？我怀疑啊，在船上想暗杀老三的是陈先生，他一直跟日本人有生意来往，早就把军械厂当成眼中钉了。杀不成就来和亲，他真是够厉害的。天底下哪有不要还的债呀？漂亮，太漂亮了！喜欢吧？我去安排照相师傅。对，好，安排好了，你把老三也叫上一起照。好。哎呀，我说苏佩呀，你就跟一个洋娃娃一样的，你看看。哎，
去哪儿啊？舅舅，去干什么正经事儿啊？我能干什么正经事儿？会朋友，插小牌，看场电影。看电影去了？啊，刚看完。看什么电影啊？不记得了，就记得外国娘们凶狠的。哎，这九公要是同意，我带你去看。看场电影还需要九公同意？走，现在就去。没说实话。早晨就看着你拉着一帮人出去了，干什么去了？我就是去看了看被砸的大英馆。不是我不肯多说啊，说多了屁股要挨板子。别跟我说大英馆的事。有个叫李慕华的，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怎么了？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，说是得罪了孟家，关在法国巡捕房，让我帮他。你想个办法把他弄出来。哎呦，舅舅，你就别给我出难题了，我能办下来什么呀？这种事儿，你就得跟九公二姨说。我就是个小把堂的，两句话说的不对，板子就招呼上来了。这点小事。哎，九公来了，你跟他说。九公，来坐。来了。九公，李慕华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未婚夫。哦。说是得罪了孟家，被关在法国巡捕房，我想救他。郎总说他办不成，得听您发话。听我发话？啊，我是法国大使吗？你是九公。哎呀，得罪孟家的人多的是，都要处理的话，孟家没有那么大的势力。这件事我会问一下的。别呀，人家都要判死刑了，你这问一问，想一想，收尸都来不及呀。中国人做事没有美国人快，你不要急呀。我来是告诉你，二姐安排了今天下午，你跟苏佩一起拍个照，到时候陈先生会来，他会提出婚事的。谁的婚事？你跟苏佩的婚事啊。我跟苏佩的婚事啊？这老孟先生还躺在病床上呢，提什么婚事啊？人家说，现在让你们两个结婚，算是给老爷子冲喜的。不是拿着稿子去念，就是穿着漂亮衣服陪人去照相。我的朋友就要被人杀了，救救他好不好？上海每天饿死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学呀，你就乖乖的回去，换上漂亮的衣服，准备拍照吧。哼，我不拍。听话嘛，听话嘛！哎呀，哎。靠左一点，好，准备好，好看我，看这儿，笑一笑，好。我说小孟先生，没人欠你800吊，干嘛老拉着个脸啊？他呀，不好意思，脸皮薄。我脸皮厚着呢。来，再来一张。二姐，你也过来一块拍吧。让我出丑吗？二姐呀，你要再说他俩不配，我可不能同意啊！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。陈先生啊，不如我们到凉亭里坐坐吧。好啊。等一下，爹，你也过来一块拍吧。九公，你也过来拍。好，走。哎，郎头，等等，你也过来拍吧。二姐，你也过来拍吧。看我，看这儿。好，1、2、3。
我就说我不会看错人。我姓陈的对你们孟家，那是没得说，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。现在把活活的一个大姑娘送过来冲喜，我说小子，这门亲事定下了，说不定孟先生一高兴，这病就好了。哎，是，病要不好，还得离婚啊。哎呀，你呀，不说几句添堵的话，你难受是吧？陈先生是好意，心动神知嘛。您这点苦心呐，是应该感谢的。表示感谢，就是说你和二姐不支持这场婚事。支持不支持，是我们的事。同意不同意，那是孟先生的事。没有父母之命，这婚事谁能做主啊？现在孟先生还躺在床上，两家人的合作他不是很了解。文禄，你得好好考虑一下陈先生的意见。那婚事之事，让九公去提了。我想和你说一说我们两家合作，省着你再说那些傻话。军火生意不好做，我们可以做别的嘛。现在有很多的新型行业，要想收拾孟家这个烂摊子，那就得跟我们合作。做什么？孟家在虹口区大烟馆被毁，那是没和清水搞好关系。只要你们愿意把兵工厂的股份卖一部分给日本人，什么都可以谈。卖多少？要我说，就全卖。除了博彩业，我们可以开发海上运输，做远洋生意。你是指？哎，我在海上见过东印度公司运鸦片的船，把船停在公海上，中国的船只去接。你是指这种生意？哎，我看你也不傻。孟家在上海有影响力，我们呢，大部分的贸易和资金都在日本，我们可以租赁日本公司的船只，明目张胆地运进来。国民政府啊，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，九公，我问你，从我爷爷开始到我爹，他们手上有了钱，没去做鸦片生意，没去跟日本人合作呀。到了现在，我们要跟日本人合作做鸦片生意，那这个家离亡不远了。哎呀，年轻人总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这些老朽应该多多听听啊。九姑，这就是你们孟家未来的大老板。